盐是百味之首，没盐，人生就没味道。盐可以保存食物的品质。我跟我父亲的记忆，像盐这样保存，越浓越香。 Salt is essential. It brings good taste to your life. 制盐是世上最古老的化学工艺之一，从蒸发后的海水中取得盐精是制盐的首选方式。新加坡虽然四面环绕着海，但是本身并不产盐，我们所需要的盐都是从其他国家入口的。这家坐落在马来西亚巴生港口附近的盐厂，就是其中一家出口商。 37岁的肖俊泽是这家盐厂的负责人。市场上的食用盐主要是有3类，我们可以看到是这种金矿盐、海盐，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那种Himalayan salt。金矿盐就是从地底卤水抽取出来提炼而成的盐，海盐就是海水晒干就变成盐。 Himalayan salt 就是从山洞里面开采出来的矿盐。马来西亚、新加坡都不产盐，因为我们的降雨量很高。像一颗海盐，我们大概需要曝晒大约300-400天才有一个结晶体。就我们经常这边每星期都下雨，就还没结晶它就会融化了，所以我们就不适合产盐。盐对我们来说是百味之首，甜你能从 糖、水果，你都能拿到糖这个味；辣，你能不同的地方拿到这个味道；咸就只有盐。就算你说酱油嘛，但酱油是从盐来的。盐商都是之前中国历史最有钱的，但是现在盐不是最有钱的，盐是最便宜的味道之一。因为我们太容易得到，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忽略它的重要性。 盐是个管制品，就每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储存一定的量，以防万一有什么天灾人祸的话，我们至少有一个必需品嘛，这是一个必需品。所以很多人都忽略了盐哦，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其实盐怎么来的。我们知道哦，但这是个咸味，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不然就高血压，就这样而已。所以没有人去真正去认识它。我们要教他们service那个 ABS 啊，因为一点降很多的。盐厂是肖俊泽的家族企业。 他是第3代的负责人，打理巴生的工厂以及批发出口的业务。他的父亲肖文国则留守在槟城的旧工厂，负责国内的订单。那个不就说太小？不是那个。我们这个盐的挑战性很大，就是因为我们是所谓的低价物品，我们的价值很低。可是我是觉得这个行业肯定还可以走下去的，因为盐是一个必需品。虽然在食品工业是占据的位置很小。 可是很重要，你没有盐，你就什么都做不了。那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盐厂是肖文国的父亲创立的，他中学毕业后就跟随父亲的脚步加入盐的事业，一晃就过了40多年。他觉得非常庆幸的是，儿子愿意回来接手生意。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眼前的那个，其实呢，我们华人很注重继承，很注重继承。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的。你要看到你下一代的人的那种看法。以前我们的传统华人思想就是说，哦，我们的儿子受了高深教育，我们就要去跟外国人打工，拿好的薪水。所以现在的人应该要改变这种思想。我们培育起来的人才应该是为自己效力，而不是去为别人打工。从小就耳目渲染吧，算是。
就一路以来都是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大了过后变成一种的责任吧，就是要 continue 那个 legacy， 所以就加入了这个家族企业。萧俊泽继承家业，父亲萧文国扩展生意。鸡的料里面也要放盐，是很重要的。萧文国在2018年收购了新加坡一家盐批发公司，并交给他的外甥龚俊杰打理。我还以为是 packing shop 嘛，我就拿出去。这家公司的前经营者温宝华，至今依然跟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Hi, Madam. How are you? I miss you. Long time no see. 康源是在1976年成立的。怎么样？对，一样，还好。我先生在1984年过世，连这个业务就没有人可以做。我爸爸就叫我说，你就出来帮啦。就从84年就开始参与这个公司，大概在2016年开始。我就有想法要把这个公司结束掉。我2个孩子他们都应该不会续承这个工作，我是不愿意看他就这样收掉了。这样他有自己做的一个。可喜的是，同行萧文国愿意接手，公司才得以延续。有啊。我可以把这个生意卖给他，我是心里觉得很幸运啊。现在这个带现在很美哦。适量的盐有助维系生命，适时的放手，让盐的家业得以延长。我接手的时候，麦当梦大还有在这里啦，在不同方面他都会帮我，带我了解一下这边的市场。这个行业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生意啊，现代的年轻人都不想踏足的一个区域块。就是现在很多就觉得说我做网卖啊，做网红啊，那类就很快就有钱了。就是这一种的话，真的是一包一包的卖，你才能赚钱。你每天都是生产的，这个比较辛苦。我们就觉得是一个义务，让这个字号一直流传下去，就希望能更多的传统生意能保留下来。回家，永远是一个游子所期待的归宿。来新加坡工作、结婚定居已经30多年的骆碧珍，趁着学校假期，带着孩子回到马来西亚邦哥岛的故乡。只是这次回家的心情已经不一样。他的父亲2019年在冠病疫情阻断措施期间离开了他。在他2019年，他做了 passport， 他是要过来新加坡的，他过来找我们，怎么知道已经 lock 了 ，custom 管了，所以他进不来。他进不来就每天就跟我们视频咯。那一天他就跟我讲电话。他就忽然间就静下来，他就跟我讲：“爸爸要跟你 say goodbye。”他说他去排队了，他排队要去宝岛。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再讲这种不吉利的话。”他真的那句话就是 say goodbye 了的。2天后，他就过世了。父亲去世后，每当回到故乡，骆碧珍总不禁会拼凑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
我父亲在邦哥岛，他是一个渔夫。他在做渔夫的时候，他是一个总厨，掌控整个渔船的渔夫的伙食，所以他的厨艺是很棒的。所以如果他出海捕鱼的话，7天在海上，7天的伙食就是他煮的。以前捕捞量高，鱼过剩，父亲会把它腌制成咸鱼，以方便存储。我爸爸从渔船拿鱼啊上来，要杀啦，哇，还要腌啦，按摩它，然后拿去晒。连爸爸还在渔船晒，有些拿回家晒。骆碧珍向父亲学会了腌制咸鱼的秘诀，也得到了父亲厨艺的真传。我是很喜欢烹饪啦，我的厨艺是跟我父亲学的。骆碧珍喜欢自己腌咸鱼，每次腌咸鱼，她总感觉父亲仿佛就在身边。我是用海盐腌咸鱼的，普通盐的话他们有加工，海盐是没有加工的，没有这么咸。弄好干净，腌好，通常我是拿下去楼下晒。篮球场旁边有一个比较有一些草场这样，也还有一个小椅子。那么我会用一个吹摆我的咸鱼在晒大概是2个小时。我会坐在楼下啦，然后就一边玩手机，一边看着我的有没有小鸟，有没有来吃我的咸鱼啊，有没有人偷我的咸鱼这样子。腌咸鱼那个味道不是每个人可以接受的。我晒咸鱼的时候啊，那个味道一飘出来，我的邻居会投诉的。哇，什么死老鼠的味道这样子？因为它的味道是很重很重的。腌制咸鱼它会比较耐久，晒干了嘛，就要放在你的 double way。当你要吃的时候拿来煎配粥这些。咸鱼你拿来煮咖喱，你就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因为咖喱有龙巴，有这些辣椒，这些一大堆的东西香料，你就提到那个咸鱼的味道，你绝配了的。这是我爸爸的最爱来的。盐保存了鱼的鲜味，这鲜加咸味，也成了骆碧珍对自己人生的诠释。人家讲咸鱼翻身哦，我应该是其中一个吧。从我16岁来到新加坡，我身上应该10多20块，穿着一个日本拖鞋，拿着一个啤酒送的一种包包来新加坡做工。我一天打2份工，早上一个工作，晚上洗碗。我只是很单纯的，只是要赚一点钱，能帮补我妈妈、我家用这样子。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小妹妹，到我这一路走过来，接近有30多年了，我很幸福啦，因为也很感谢上天的对我那么好。我觉得咸鱼翻身适合我。父亲去世后，骆碧珍好长的一段日子没有勇气回去故乡。故乡到处弥漫着他对父亲的记忆，他怕触景伤情。如今踏上了归途，他想要从思念父亲的悲伤中走出来。这次回来，码头没有人哦，爸爸没有在码头等我。每次他就是会在码头等我，帮我拿行李。把这一次的感觉很不一样，很孤独啊。我跟我的父亲啊，我们是好朋友。我们遇到不开心啊，或者遇到很多压力的时候，我们第一通电话打给他，他会跟你讲说，你还可以去尝试。他教我们煮每一道菜的时候，他会跟我们讲说，把这些厨艺学起来，有一天你真的是用得着的。你被裁员啊，或者是你去到一个荒山野岭的时候，你不用怕饿肚子，你可以自己煮出来吃，这个很重点。他留住那个回忆给我，美好的回忆。当我在做这道菜，我自己在品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真的是会流眼泪的。
因为那个味道。爸，我成功了，煮出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了，爸。这一次我要勇敢的走出来面对，他已经不在了吧？然后要更多人吃到它的味道，这是他的心愿呐。热闹的商场，有人在叫卖盐焗鸡。特别的是，在叫卖的是一位马来人，阿米尔正努力地卖着他的清真盐焗鸡。We first encountered with chocolate chicken while we are on the way back from Penang. We feel hungry, so my cousin was telling me, let's have some food to eat. When the thing comes to us, they unwrap it, then open up, then we see like, wow, hey, this is something like Chinese food. I eat it, wow, not bad. It's tender. We want it to eat more and more and more. I asked my cousin, we said, hey, this one can tapao. We fall in love with this taste of it. I was like telling my wife, he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in Singapore. We looked around Singapore, we saw Chinese salt baked chicken, but it's non-halal. 自从夫妻俩品尝了怡保的盐焗鸡后，对这道美食念念不忘。因为在新加坡找不到清真盐焗鸡，于是萌起了想向怡保的摊主拜师学艺的计划。We go back to Ipoh again. Then they recommended us to this owner of the salt baked chicken, this 80 years old auntie. She was like, I cannot tell you, I cannot, this one is really secret recipe. We are a bit disappointed because we want to bring this now. We talked to her again. 谢老太太被阿米尔的诚意感动，有意把秘方传授给他。但是他必须得到家人的同意。谢威廉是老太太在新加坡的孙子，他也在本地卖盐焗鸡。因为有一天我跟妈打给我，他说：“孙子啊，在新加坡有一个马来人哦，他很想做我们的 salt baked chicken， 你是否有兴趣跟他合作嘛？”等我说：“其实 OK 啊，如果他真的真心想要做。”我们也可以坐下来谈呐。我们出来聊聊天，喝杯咖啡，来计较一下，要看怎么来配合咯。那在谈话之中，讲到我们小时候住哪里了，他说我是阿拉斯的，我说我也是阿拉斯的，大家都是从小就认识。哇，这样多年才可以碰在一起，而且有目标，一起做 salt baked chicken。我说 Why not？ 这个是缘分，也是机会。获得谢威廉传授秘方后，阿米尔和太太开始投入清真盐焗鸡的生意。Having a booth at Geylang Bazaar is a stepping stone to get the feedback, whether the Malay community is able to accept it. You know what is it?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They keep on asking. Fresh kampung chicken, yan chichi, ice yan chi for you. We have original mala. This is our mostly education, explaining to them. Then they will accept it. They try. It's this slow because to them it's something new. You know,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I'm regularly eating. The spreading out to the Malay community is through the Chinese customer. Because they want to buy it because their helpers they need halal food, that kind of thing. And quite a lot of the Chinese customer buy it for their Muslim friends. Yim kokai is a salted fresh kampung chicken ayam kampung. 原本只是单纯的想把盐焗鸡介绍给马来同胞，没想到阿米尔和诺的盐焗鸡
也受到了很多华人的喜爱。他们开了以后，我都到处去他的restaurant去买了，因为方便又好吃，家人每个都喜欢吃。We didn't expect the response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are now not only a customer to us, they become our friends. It's not about business, it's about a relationship that we build with them. To the salt chicken. Our popular dish is 本来这个 salt baked chicken 是比较多华人的食物，今天我看到马来都在买我们的盐焗鸡，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华人荣幸啊。人生路上酸甜苦辣，各有体会。友情才是生活调味。盐焗鸡这一道美食，连接了2种文化，也带出了满满的人情味。It's our first Singapore first halal salt and baked chicken. Okay, I tell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try my chicken? Yes. Okay. Sure. Come. Makan. Actually, I came to it by accident lah because we went to Perak. Then hungry. Then we went to Pasar Tani. They were saying that, hey. 盐，百味之首，只需几粒盐就可提升食物的味道。盐也可保存食物，如同盐，心中存留的美好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久越令人回味。盐是我们基本的需要，它带来的美好滋味，让生命有了新的动力。